室友很奇怪，每天凌晨2点都会去厕所，然后30分钟之后出来。那天晚上我吃坏了肚子，准备起床去上厕所，刚好看到室友先我一步进了厕所，我顺便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凌晨2点。于是我在床上躺着等他出来，但是等了很久都没出来。我和他平时关系很一般，入学1个月以来没说过几句话，不好意思催促，只能耐心等着。过了许久，他从厕所出来，然后慢悠悠地回到自己床上。我看了眼手机时间，凌晨2点30分。当时虽然觉得上个厕所花了半个小时有点久，但没觉得太奇怪，可能女孩子上厕所本来就慢。但后面我就发现有点不对劲，甚至有点诡异。我是个夜猫子，有时候经常很晚才睡，可我发现室友每一天都是固定的时间起床去厕所，然后在厕所里面待30分钟出来，连续10天都是这个样子了。上厕所时间久不奇怪，但是每天固定的时间点、固定的时长，如此准确就很奇怪了。我实在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想在今晚他去厕所的时候去门口瞧一眼。到了晚上凌晨2点，我听到了他下床的声音，于是我从被褥里探出脑袋，轻手轻脚地下床，踮起脚走到厕所门前。我在外面看到了厕所里面的灯是亮着，但奇怪的是，透过磨砂玻璃可以看到一个人影笔直地站在洗手台前。他并没有去上厕所，而是一直站在洗手台前。洗手台是有一面镜子的，他此时正在洗手台前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。难道是半夜起床照镜子吗？我心里期待着他一会就去上厕所，这样我可能就不会那么害怕。但等了许久，那个人影一动没动，一直保持着面对镜子的姿势。我开始有点害怕了，难道他每一晚都是这样吗？这到底是什么癖好？终于那个人影动了，对着镜子似乎是做了一个弯腰的动作，然后转身朝门这边走来。我快速地溜回自己的床，在他开门前，我钻进了被子。进入被子后，我打开手机看了眼时间，2点30分。今晚的窥探让我发现了室友这奇怪的习惯，心里隐隐有一种不安。但是他的行为没有影响到其他人，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和别人说这件事。这几天里，他仍然重复着每天固定的时间点去厕所，固定的时间点出来。或许是因为发现了他的秘密，我最近每天在他完成厕所仪式我前都睡不着，但今晚不一样了。我在被子里听到了他起床的声音，可这一次室友并不是朝厕所的方向，而是朝我的床走来。我可以听到他走到了我的床前，我吓得不敢出气了，在被子里一动不动，他就停在我床前，也没做任何举动。我不知道他要干嘛，我很害怕。他一直就在我的床边没有离开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外面有了动静，是他离开上床的声音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缓缓地探出脑袋，眯着眼睛朝他的床铺方向看去，却发现室友此时正面朝我的方向侧躺着，一双眼睛正直直地盯着我。我赶紧把头缩进被子，一整晚都在惊吓中度过。第二天，我头晕脑胀，和辅导员请了1天假。为了弄清室友的秘密，我出校门到附近的商场里买了一个隐形摄像头。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半了，这个时间点室友都去上课了，宿舍里正好空无一人。我直接拿出刚买的隐形摄像头，然后将摄像头放在正对着镜子的一个角落里，之后再用墙壁上的挂件挡住。完成这一切后，我又在学校附近开了一个房间，准备实时监督。宿舍今天是不敢住了。凌晨2点，闹钟响起，我腾的一下从床上爬起，拿起手机就打开了设置好的监控视频画面。果然刚打开没几秒，室友就已经进入了厕所。他背对着摄像头，直直地站立在洗漱台的镜子前。镜子里的他此时双眼半睁着，显得有点呆滞，可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，就是一动不动地站立在镜子前。这个状态也不像是在照镜子自我欣赏啊，难道他有梦游症？在我一通胡思乱想后，监控里面的画面有了变化，这个变化让我瞬间全身发冷，头皮发麻。监控视频里面镜子里室友的脸起了变化，准确的说，镜子里他的脸变成了另一张脸。镜子里的人脸色惨白，双手抱着自己的头，嘴巴呈现一种大声喊叫的方式。